传说中的反袭男团又添新成员了。朱镕基，一个重量级的狠人，嘴上话不多，一个眼神扫过去，你自己体会。要是张口说话，直接点你死穴。如今老朱的身体走下坡路了，江湖传闻他的儿子朱云来已经代父出征，替父发声了。反袭男团大佬们的目光齐刷刷地看过来，会不会赏朱大侄子个候补中央委员或中央委员当当，也算是给他朱老爹争个脸面。一场看似临时的代言，是偶然代班精准卡位，还是老父亲朱镕基的最后布局，在给反袭阵营加强人手？朱镕基当年改革经济动如脱兔，碰到政治体制就成了壁画，一动也不动，没有完成众人对他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的期待。如今儿子出场，是要帮老爹补上多年的政治遗愿了吗？您好，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我是田真。时评人、小说家独家透露，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到扩大会议上帮其老父亲发言。他肯定是没资格出现在这个会议上的，唯一的可能就是朱镕基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出席，只能由儿子替代。小说家说，朱云来的势力可能想引起现在临时党中央的注意，让他有机会进入仕途，就是想从政了。可是他唯一的光环就是朱镕基的儿子，是官二代加京二代的联名款，担任过中金公司 CEO。 当然了，这碗饭也不是靠个人竞争就能端稳的。朱云来这一次一脚踏进政治圈，立刻引起一阵惊呼。他这是在代父出征，还是自选出战？官二代的沉默，有时可能不是放弃，而是在积蓄力量。朱云来的这次真假亮相，像极了给出一道暗号：朱家没退场，老朱还在下棋。朱云来的所谓讲话稿真假难辨，除了对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唱赞歌外，有营养的话倒是没几句。他提出的试点调整部分互联网政策、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为宗教事务提供稳定制度框架和聚焦民生与中小企业支持，这些话听起来还不错，但估计也是光说不练，也只能像他的老父亲一样，在政治框架的边缘上缝缝补补，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上场的机会，也就是随性吆喝那么两声。在朱镕基病危甚至已经去世的小道消息中，时评人李牧阳之前透露，朱镕基罕见露面了。有朋友给他转了一段视频，朱镕基在拉京胡，给唱戏的人伴奏。视频中的朱镕基头发已经接近全白，但看起来拉京胡还比较投入，兴致蛮高。据说退休后的朱镕基终于有时间和精力研习自己的毕生兴趣京剧和二胡，成了名副其实的发烧友。他没事就学唱戏和拉二胡，学得很痴迷，唱老生也非常专业。其实朱镕基2003年卸任总理后一直是相当低调，他上一次露面是2020年10月，网上流出他在一家医院度过92岁生日的照片，画面那叫一个低调奢华有内涵。去年10月，清华经管学院搞了一场盛大的年会，王岐山接过朱镕基的接力棒，正式升格为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名誉主席，还热情招待与会嘉宾，搞得像金融界同学会一样热闹。而朱镕基本人没来，但资深校友的身份已经自带光环，于是请校长李路明代为传递祝福。场面话讲完后，重点来了，朱镕基之子朱云来也现身饭局，果然是金融老爸带金融儿子。顾问委员会那是星光熠熠，主席是谁你知道吗？苹果 CEO 库克。
朱镕基是经管学院的开山祖师爷，现在把名誉主席的位置交给王岐山，自己则升格为创始名誉主席。这感觉就像老板退休后当荣誉会长，然后还时不时指点江山，喝茶下棋。其实朱王两人老早就在金融界打怪升级过，培养了一大票门徒和战友。眼看金融系前几年日子不好过，王岐山重出江湖，不只是为了吃饭聊天，更像是在给老同事们打打气。兄弟们，我还在，别凉。据说王岐山这次亮相是朱镕基钦点他出面撑场子。想当年两人联手搞金融改革，那可是双剑合璧。如今王岐山成了名誉主席，等于是在清华这个经济金融舞台上扛起了老领导的旗帜。这一幕也让人联想到一个更大的剧本，政治老人们的集体出境，像是李瑞环、温家宝和胡锦涛也都重返江湖。这可能不只是来喝个早茶，还有点习近平你小子决策不行，我们来教教你的味道。这些老人一出来，话语权马上飙升。据说习近平的权威光环正在逐渐暗淡，甚至连身边的常委都在心里嘀咕，这10年好像不太行。只是碍于人情世故、升迁历史，嘴上不能说，心里早就有数。现在2个维护口号都喊不响了，反倒是朱镕基和王岐山这些老角色重新上台，像是党内反对派的默默崛起。清华经管的这场饭局绝对不只是吃饭那么简单，背后是一出政治与金融交织的大戏。观众请备好爆米花，精彩才刚刚开始。这不，在朱镕基和王岐山的地盘上，就有人频频转发文章，暗讽习近平是黑帮老大，但已沦落成孤家寡人。何人这么大胆，敢和老习叫板？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淡马锡控股的前总裁何晶，他长期担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及名誉委员，这妥妥的是朱镕基势力地盘上的人物啊。朱镕基在人生巅峰时曾经说过的金句仍然在空气中回荡，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准备了100口棺材，99口给贪官，1口留给自己。我没有什么优点，我不希望别人学习我，特别是某家香港报纸说我的本事就是拍桌子、捶板凳、瞪眼睛，那就更不要学习我。朱镕基年轻气盛的时候，曾经上台发言3分钟，被划右派20年。因言获罪的他，当总理的时候还是有点豪言壮语的影子。但朱镕基当年的3分钟都说了啥？其实他真没说啥。1957年春天，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内外人士给中央提意见，一再要求大家讲真话，还说言者无罪。在此大气候下，朱镕基在职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召开了座谈会，让大家畅所欲言。年轻的朱镕基本来没想发言，但架不住一些老家伙们的怂恿，为了不给领导冷场，于是29岁的朱镕基站了起来，上台讲了3分钟。没过多久，风云突变，一场大规模清洗党内外知识分子的反右派运动拉开序幕。就因为台上的那3分钟，朱镕基因言获罪，这右派的帽子一戴就是20年。那么朱镕基那3分钟到底说了什么？这篇讲话被收录在朱镕基在上海讲话实录一书里。朱镕基提到，国家纪委会和地方省市纪委的一些领导在编制计划预算时，往往不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光听下级的汇报，光看下级给出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多。这种主观主义现象正在滋长蔓延，
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有害无利。其实朱镕基真没说啥，但当时各单位的右派那都是有指标有名额的。年轻气盛的朱镕基，你不当右派谁当右派？根据南方周末在2007年1月的一篇报道，朱镕基的一位同事后来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不应该有他，但那时划右派有指标，一时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说话直不低头。1978年9月，朱镕基20年的右派问题终于画下了句号。据《百年真相》节目介绍，在正式平反那天，中国社科院组织部门的一位负责人郑重其事地把他的档案袋里定他右派分子的材料和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抽出来，付之一炬。朱镕基看着那张张记载他反党罪的字纸在火中化为灰烬，没说一句话。但朱镕基也不是一直铁骨铮铮。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收录了他在1989年6·4民运时期的讲话。当时朱镕基声称上海不同于北京，拒绝出动军队，避免矛盾激化。不过当上总理后的朱镕基对此表态时却说，对于发生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全党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对此做出正确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维护的还是中共。因为朱镕基懂经济，所以他既得到保守派大佬陈云的青睐，又成了改革派领军邓小平的爱将。而且朱镕基只谈经济改革，绝口不谈政治改革，也是正中老邓的下怀。1988年，朱镕基刚担任上海市长不久，邓小平就带着自己的家人回上海过年。朱镕基鞍前马后，亲自接待了邓小平。之后，邓小平连续7年回上海过年，朱镕基连续4年前去拜年和汇报工作。1991年2月18日，黄历大年初4的上午，邓小平登上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对身边的朱镕基说，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朱镕基备受3个一点的鼓舞，称1991年是个改革年，还借用三国时期曹操的话说，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让邓小平直夸好干部就在眼前。但是老邓对朱镕基的一路相扶，引起了江泽民的妒忌和不满。有报道，1991年4月的一天，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邓小平曾特意指着朱对江泽民说，我不懂经济，他懂。言外之意就是你不懂经济，他懂。在法轮功问题的处理上，朱和江的表现也截然不同。1999年4月25日，法轮功万人大上访，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亲自出面询问了解事件因由，并接受了法轮功成员的合理诉求，事件得到圆满解决。这次上访事件震惊了世界，并被国际媒体赞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朱镕基对425事件的妥善处理，以及因此在国际社会受到的赞誉，更令江泽民醋意横生。江泽民曾在《江泽民文选》的第2卷中公开承认了是自己力排众议，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佐证了当时7个政治局常委中的6个都反对镇压的传闻。如果老朱派儿子或爱将重新出山，也许可以再提当年勇，从和平解决法轮功问题开始入手。老夫算尽天机，终于等到你们乱成一锅粥了。当年你们让我下课，今天我就要来补上这一课了。如今反西南团的老伙计们，你们有没有想念这位朱大哥？知道你们老哥几个心中还有梦，要不要好好排练一下
平反无错，真相之歌。老姜，对不起，我去练功了。或者来一首西风扫我鬓边霜。观众朋友，咱们就一起一边吃瓜一边追星吧。这里是希望世界识海秘辛，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